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是我们2025年的第一期视频，这里也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更加开心快乐。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还是来继续聊聊中国的语文教育。在开始前，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上周2期视频的内容。在12月28日的视频里，我们提到了语文教学方法的机械和死板，也就是把一篇课文层层解剖为段落、词句、标点符号、写作技巧的机械组合，使学生只能关注这种表层形式，无法深入理解文章的核心内容和情感。这其实是很打击学生的阅读兴趣的。在12月29日的视频里，我们讲到，由于语文作文客观上要求学生写套话和空话，给许多学生造成了深刻的写作羞耻感。这种作文虽然看起来是中文，但已经和日常汉语不兼容了，实际上更类似于一种加密语言和行业黑话。不过，上述这些问题都是比较直接的，也是很多人批评过的。那本周的这2期视频，我们来探讨关于中国语文教育的一些更加深刻的问题，就是它是如何助长和鼓励一种人格的不成长和不独立的状态，也就是叫人变得更加幼稚和单纯。当然，这个话题的内涵已经大大超出了语文教育这个狭窄的范畴，它其实是整个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都有的一种倾向。因此，这期视频也不单纯是一种对中国教育的批评，只是为了讨论方便，我们这里以语文教育为例，大家可以举一反三。那如果你对今天的视频内容感兴趣，或者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那继续说回我们今天的主题。首先，我们之所以说中国的语文教育在客观上鼓励一种人格的幼稚和不成长的状态，并不是，或者首先不是指那些政治宣传的内容。的确，中国的语文课本里有很多政治宣传和直接的意识形态灌输，比如文革时期中国人家喻户晓的2篇文章《纪念白求恩》和《为人民服务》，至今还在语文教材里。这些文章主要宣扬一种艰苦奋斗、毫不利己、无私奉献的精神，也是典型的政治宣传的产物。但这种政治宣传的语言很直接，采用的也是口号式的表达。比如《纪念白求恩》里那句名言，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种大白话的说教和灌输的意味太强了，学生们可能会机械地记忆这些教条，但并不能产生真心的认同。而且一旦学生们接触了更加真实的信息，这种宣传往往显得虚假和空洞。尤其重要的是，这些显性的政治文本与学生的生活经验基本没有联系，学生也不太可能将这些东西纳入到自己的价值体系中。因此，语文教育中的政治宣传虽然存在，但并不是我最想分析和探讨的内容。我这里想说的是一种隐晦的灌输。在开始讨论语文教育之前呢，我们有必要先铺垫一些背景。我们说，与表面的宣传相比，隐晦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灌输更擅长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学生的世界观和行为模式。它通常不直接去命令人应该怎么做，而是试图通过叙事和情感上的共鸣，让学生不自觉地接受特定的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当事人并未意识到自己被塑造，甚至还觉得自己是天然的、自然的、正常的，是符合自身本质的。法国哲学家阿尔杜塞认为，在现代社会，学校教育取代了中世纪的教会，成为了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意识形态使人们把自己想象成自由的主体，从而以一种隐蔽的方式统治那些反对者。这个意思是说，意识形态对人的操控，往往不是通过赤裸裸的命令和说教，比如我是一个统治者，我要求你服从我，不是这样的。相反，意识形态是告诉你，你不是在服从我，你要服从你自己的良知、自由、本质，你要服从你的主体性，你要做自己。然而，这种主体性恰恰是意识形态塑造、诱导，是利用了个体对意识形态的误认，而非个体真正的主体性。那这里也稍微跑个题，咱们这个频道的很多视频都涉及到了法国思想家，比如在6月30日的这期视频里，我们提到了福柯的权力理论，
在这2期视频里，我们涉及了拉康和齐泽克的精神分析。在12月22日的视频里，我们介绍了布尔迪厄的符号权力理论。相信大家可以感觉到，法国思想家们似乎特别擅长揭示现代社会隐藏的操控机制。在解构和祛魅上，法国知识分子有一种相当特色的激进和浪漫气质。那或许有朋友要反问说，如果只是解构和祛魅，然后个体发现一切都是虚假的符号，都是误认，那么人的主体性应该建立在哪里呢？毕竟，只要一个人用语言说出主体性是什么，就都可能变成一种误认。我认为呢，人的主体性和自由不是寄居在一个既定的地方，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它是一系列行动和创造，它的形成恰恰体现在对虚假的主体性的否定上。毕竟祛魅并不是目标，而只是一种手段，它最终的目的是要恢复和建立个体的自我的魅，而这个过程也必然是一条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道路。对于中国文化而言，我们说要建立起个人的价值，就需要去解构和怀疑中国文化下强加给个体的责任、身份和本质，去除那些虚假的主体性。比如孟子说：“仁义礼智，非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夫斯而已。”王阳明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良知，只要本着自己的良知，就能发自内心的做到孝悌，成为超凡入圣的圣人。这些话的意思都是说，你孝顺父母，忠于君王，归根到底不是因为圣人或者权威这样教育你、命令你，而是你自己内在价值的自我实现，是为了你自己的本质，你是在服从你自己的良知。这种说法似乎有一种思想解放的意思，好像承认了人有一种主体性。然而这种说法仍然是意识形态的误认，因为这种看似是天然的、自然的、中立的所谓的良知，仍然是统治阶级的秩序内化于精神的结果。比如很多人在小的时候都会佩服父母、崇拜父母、听父母的话，这当然是一种自然和真实的情感。然而人也会成长，也会发展，随着年纪的增长，他开始反思和审视自己的成长环境，开始意识到父母的问题，并决心建设属于自己的生活。这同样是自然的、真实的情感，而且是一种更加真实的状态。然而儒家却将人在童年时期的那种对于父母、对家乡的天真朴素的儿童状态上升为整个社会伦理的核心原则，并将其作为判断一个人中间善恶的最高标准，这就显然是利用了一种误认。这种意识形态虽然是起源于人类的某种真实的、天然的情感，但一旦被上升为政治秩序的核心和普遍真理的高度，它就不再是自然的、天然的，而是生硬的、刻板的，甚至是丑陋和扼杀人性的。中国的语文教育也格外体现了这一点。这里我们选择的是2017年人教版语文7年级上册和8年级上册2本书，简单浏览目录，大家就可以感受到，抛开那些明显的政治宣传的文章和外国文学外，语文课文的主要内容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首先是对父母或者养母的感恩和怀念，比如朱自清的《背影》，史铁生的《秋天的怀念》，鲁迅的《阿长与山海经》，艾青的诗歌《大堰河》，我的保姆，亚米契斯的小抄写园，朱德的回忆我的母亲，莫怀期的散步，冰心的荷叶，母亲。当然这些课文有些是高中或者小学的内容。其次是对于家乡的思念，或是对童年生活的追忆，比如沈从文的编程，比如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选读课文武昌会。我们在上期视频也说了，思乡之情是语文课文里一个相当常见的主题，甚至发展为一个网络魔音，因为实在太多了。表达思乡之情的古诗词更是数不胜数，比如叶上受降城闻笛，行军9日思长安故园，李白的峨眉山月歌，杜荆门送别，崔颢的黄鹤楼，王湾的次北固山下，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等等。第三是对于大自然和乡土生活的热烈赞美，比如朱自清的春，茅盾的白杨礼赞，刘占秋的雨的四季，老舍的济南的冬天。济南的冬天这篇课文虽然看似是写济南这个城市，但其实写的仍然是乡土和大自然，并没有描写任何的城市特征。说到这里，相信大家可以感受到，中国语文课文所强调的情感其实是存在某种深刻的共性的，那就是对儿童状态的怀念，怀念父母，怀念大自然，
怀念乡土社会，一言以蔽之，就是回归母胎，回归那个单纯、天真、朴素的状态。我并不认为上述文章都是虚假的，它们当然是真实的，作为作者自己的真实情感的流露，也是无可厚非的。我想表达的是，语文课文的组织原则是存在某种明显的倾向的，那就是隐含着对家庭权威的推崇，对大自然、对集体主义和乡土社会的那种纯真、淳朴的向往，以及暗含的对城市和现代文明，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个体意识觉醒的锯齿。这种解读有时候是超出了作者本意的。比如史铁生的文章《秋天的怀念》里，只是表达了对母亲的个人化的怀念，并没有任何叫人孝顺和听话的意思。但教材在这篇课文的预习部分还不忘记打压一下学生，就是让学生们反思一下，自己沐浴在亲情之中，是否只知接受，不会感动，不懂回报呢？这句话就显得非常跌位，因为你凭什么预设学生们都沐浴在亲情之中呢？现实中有很多中国孩子其实没有感受过原生家庭的温暖，甚至处在家暴的环境下，但教材的解读试图将作者的个人情感给普世化、道德化，甚至成为对学生的一种规范要求，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刻意诱导。我们说，现代化的进程必然意味着个体摆脱母胎的束缚和原始的枷锁，意味着自由意识的觉醒和自我复杂性的增加。在这个过程中，个体逐渐发现乡土、大自然、原始纽带开始失去了自身的光环，那些曾经被视为美德的行为，比如对传统权威的朴素信仰、缺乏自我意识的无私奉献，以及人与人不分彼此的义气等等，都逐渐被否定掉了。比如对传统习俗和权威的无条件的服从会被视为缺乏反思，缺乏自我意识的无私奉献可能会被视为道德绑架的结果，不分彼此的义气会被视为缺乏边界感的表现。这些原始的精神都逐渐褪色，取而代之的是新的道德观念，比如对爱情的追求、自我探索与好奇心、怀疑、反思和批判性思维，以及追求自由和独立的精神等等。然而，这些思想在中国语文课本里是非常少的，即使有这类文章，那也基本上都是外国作家写的，比如海伦·凯勒的《在诉生命的人》，再比如罗素的文章《我为什么而活着》。总之，这些文章在中国语文课本里非常稀少，也不是重点。因此，我们说中国的语文教育是在有意无意地鼓励某种人格不成熟的状态，也就是鼓励退行。退行 regression 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指人在面临压力、焦虑或无法应对复杂问题时，会回到较为原始、简单或低级的行为或思维状态，比如回归到童年的依赖性、单纯性，以寻求安全感，或者试图通过简单化或理想化的方式应对复杂的现实问题，比如将自由不足的问题归结为自由的太多了等。一言以蔽之，就是去除自我复杂性。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在11月24日的这期讲自我复杂性的视频里就说到，自我复杂性高的人更加有创造力，更能和不同的人链接，从更广大的范围内获取社会支持，自然也拥有更强的韧性去面对挫折和压力，具有更强大、更成熟的心智。而中国文化一直有一种强大的倾向，就是推崇无欲无求无知，认为模范的人格就是像一面镜子一样，可以光明磊落、坦坦荡荡。许多人会将心思单纯、无欲无求视为某种道德理想，所谓无欲则刚，没有太多的欲望和需求，就没有分别心，心思就能纯洁了。而中国的语文教育同样是试图培养这种单纯、天真和无知无欲的状态的。如果我们把语文课本看作一篇连贯的文章的话，那么它虽然有一些鼓励自强、努力和积极向上的内容，但深层的气质其实是伤感的、怀念的、停滞的，也是反成长和反现代化的。它看似是建立在人的一种天然的、自然的情感上，毕竟表面上看，每个人都有童年、家乡和父母，也都难免会有对这些事物的怀念、追忆。然而，这种情感一旦上升为教育和政治体制的核心原则，它就成为了一种极其不自然的、虚伪的、矫揉造作的东西。正如我们在上期视频里说到的，语文作文要求学生写自己的父母，
但却要求学生们必须按照父慈子孝和严父慈母的模板来写，也就是自己表演出模范儿童的样子，不能有一点点成熟的、独立的、个性的想法。中国文化有大量美化这种儿童状态的词语，比如赤子之心、不忘初心、返璞归真等等。然而，如果说儿童的天真是真正的天真，那么这种表演儿童、表演天真本身是一点都不天真的，而是相当扭曲的。在中国，人们既用儿童的标准要求自己，也要求别人表演儿童，成年人的复杂愿望和现实需求被视为不正常的，结果是每个人都压抑了自己真实的成长体验，大家都变得越来越趋同，这也是很多人越活越累的根本原因。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吧。最后再说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